唉，教主不愧是教主，尚未成仙，便已被人教玄都大法师器重，如今又得三霄中最为神秘的云霄仙子之关心。根据师父所言，云霄师叔欠了教主一个人情，想送教主一份礼物，如此了断人情因果。这真当了龙族一根筋，好忽悠吗？敖乙的心底暗笑。当然，如果是几十年前的我，可能真的好忽悠。现如今，我敖乙已经跟着教主混了这么久，早就能看破许多事的表面意义，挖掘出深层含义。如果只是欠教主人情，随便给教主一件后天灵宝，不就了结了吗？这位云霄仙子还特意来金鳌岛上，问我这个龙宫二太子截教小透明，南海海神教教主喜好性情，有没有比较喜爱的宝物。如此重视，岂能不让龙联想？然而云霄师叔扔出来的这个问题确实是难住了敖乙，他确实不知道教主喜好什么，且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美色？教主并不沾染，而且教主身边就有一位秀外慧中青梅竹马的小师妹。如果教主喜好美色，现在教主身边怎么会少得了龙女海女呢？龙族之中那么多醉生梦死的酒囊饭袋，干啥啥不行，好色第一名，这方面早就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功德教主也不缺呀，教主可是人教大法师的功德代理人，能在南海神教拿到的香火功德，比他一个二教主肯定是只多不少。宝物？这就有些玩笑了，人教缺宝物吗？拿那些他们龙族都瞧不上眼的灵宝、后天灵宝去送给早已经得人教大法师看中的教主哥哥，那岂不是自取其辱？所以敖乙当时仔细斟酌，回答的便是心底所想。除却大道誓言所束缚的内容，不能暴露教主哥哥是渡仙门弟子李长寿，其他的没有丝毫隐瞒，都是他敖乙的真心话。回禀师叔，我家教主儒雅随和，睿智多谋，弟子也并不知我家教主具体喜好。我家教主为人正直，急公好义，他善兵法之道，善谋划布局，对龙族也有数次大恩。其实并不只师叔您想知道我家教主的喜好，弟子父王也曾问过，弟子母亲还想赠送各类珍宝、侍女洞府，都被弟子拦了下来。我海神教教主，高雅之士也，如何能用这般俗物侮辱？敖乙看到，听了自己这般回答，师父乌云大仙抚须而笑，轻轻颔首。那位师叔云霄仙子也是面露微笑，似乎对他这个回答颇为满意。自家师父又问，教主哥哥有何擅长的神通、常用的法宝？敖乙斟酌一二，回答道：教主修道年头并不算长，但年纪轻轻便得人教高人玄都大法师器重，委以重任。他擅长阵法，曾用阵法困住了比他修为境界高了不知道多少阶的高手，在此道天分极高，十分厉害。又善遁法，还曾指点弟子改善水遁、空遁之术，其见解之精妙，龙族众高手也不及矣。除此之外，我家教主善琴棋书画，尤其是作画功力十分惊人。当时听完自己说这些，师父顿时一阵轻笑，说他把教主给吹上了天。怎么就是吹嘘了？这明明就是我亲眼观察、亲眼所见。当然敖乙也不能顶撞师父，不敢跟师父争辩，只能够追加一句，在弟子看来，我家教主应该是人族之中最有才情、最有诗意的男人。然后就被师父扔出了洞府，扔到了此地。这有夸大吗？明明都是实话实说。我龙族虽骄傲自负，但很少吹嘘，尤其是教主哥哥还是人族出身。仔细想想，我这些话
应该没暴露什么信息出去吧？沉吟几声，敖乙又想起了一件事，禁不住心底暗自嘀咕：再过半个月，就会带思思去渡仙门找教主玩耍。若是能知晓教主的喜好，为教主准备一份龙族拿得出手的礼物，岂非一件美事？教主喜欢什么？可这又不能直接去问。敖乙略作思索，将此事记在了心上，朝着金鳌岛之外赶去，与几位龙族高手会合，匆匆赶回东海龙宫。想给教主哥哥送点礼，真难。坑了龙族百香宝材，怎么还是这么穷啊？半个月后，小琼峰地下密室中，仙石看着在忙着翻修灵兽卷的几道身影，心底计算着下一步流浪小琼峰计划所需要耗费的宝材。李长寿的心底轻轻一叹，缺口太大，太难弥补。而李长寿并不想因为自己的穷降低对小琼峰大阵性能的要求，如今埋下去的阵基也是为今后进一步打造做基础，马虎不得。就如同修行不可短视，要做好规划，长远了去算计。修行上急于求成，就如同有情悬崖渡天劫那般，若无鸟笼早已葬身。顺道一提，李长寿前几日已经要求灵娥压制道境，放缓突破的速度。原本李长寿催灵娥快些突破，是南韩海神教尚未稳定时，李长寿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西方教追杀，那样他就不得不离开渡仙门。所以那个时候的李长寿想让灵娥提前得到渡仙门的重视，从而照顾好他自身与师父。现如今，虽然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些许隐患，但是已经相对稳定了很多，就不必要求灵娥太过于急躁突破，让灵娥稳扎稳打，巩固道基，将她的潜力开发到最大，才是最为紧要之事。如果灵娥渡劫前没有久伴莲花的意向，李长寿会亲自出手为她压制境界。师妹之大道是李长寿一手塑造的，自知如何助她。除此之外，李长寿给灵娥准备的那一份渡劫大礼包也已经完善了，有渡劫必备保命3套装，鸟笼、容仙丹、锁神丹，有渡劫前行为规范守则，点明自己是道门弟子，感谢天道老爷百忙之中抽空来批，多谢天道老爷降下天罚，维护天地平稳。除此之外，还有渡劫专用的12类丹药，渡劫专用防御类法宝，渡劫前可修行的御雷之法，刚得到不久的2件守护元神抵抗天劫之法宝，以及渡劫之后如果有飞升感悟还要用到的微型阵法增进感悟的丹药等等。灵娥现在对成仙劫也已经开始有些担心了，但她并不知道自己师兄已经把她渡劫的成功率稳定在了95%，剩下的 0.3 成全看他是不是在努力修行，另外的 0.2 成老规矩是留给天道老爷的随机抽风。可惜自家师父是伤了道基，这些准备再多也无用，当时只有容仙丹可以救师父的性命。仇人都已经阳了，仇人道侣都改嫁了，仇人的几个弟子也另外拜师了，而且在自己的仙识监察之下，仙灵峰也并未针对他们小琼峰。师父当年之事也就不必多提了，只等师祖找到师伯，了却师父心底的遗憾。后面李长寿料想，等师父寿元耗尽，自己应该已经在天庭站稳脚跟，再在地府打通关系，安排师父转世重修。不错，莫说奇缘老道的这一世，下辈子也都已经被李长寿安排的差不多了。当然主要还是要尊重师父的意见，他只是给师父多一些选项。李长寿叹了口气，
继续为巨大的宝财缺口发愁。穷一点儿还能活，安全系数上去了，幸福指数肯定也会直线飙升。花费了一阵功夫，李长寿做了一份接下来20年的后财计划表，合理分配自己顿悟、感悟、修行与炼丹炼宝的时间。做完这些，李长寿又拿出了大法师给自己的那2份神通之一——撒豆成兵。李长寿仔细观察着这卷玉简，玉简的下方还有一数行篆体小字：逍遥仙宗道藏。应该是这神通太低端，大法师本身没有修行过，也懒得再创一门，直接去找的现成的扔给他的吧。轻轻一笑，李长寿将玉简用仙力推到了3丈之外。因为是大法师所赠，月老直接从梦中拿出来的，李长寿这次并未推出10丈，也只给自己做了最低的3层防护，缓缓打开玉简。稳是一种修仙的态度。很快，李长寿确定玉简中并未有什么机关，这才是拿到面前细细读着。这撒豆成兵之法与剪纸成人大致思路相同，看似是抓一把豆子随手撒出去就能化作一队兵卫，实际上这豆子本身就已经算是法器了，需要复杂的工艺才能够制作而出，比剪纸成人的纸还要更为复杂。李长寿仔细地思索着这一门神通的魔改价值以及可以操作的空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密室之外，日落月升。夜深人静时，李长寿刚有了少许魔改的灵感，一道身影从破天峰悄悄飞来，左右看看，眼见无人，进入了小琼峰外围的隔绝大阵。有毒师妹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李长寿放下玉简，启动了丹房中假装打坐的指导人，起身去丹房前，暂时关掉了表层外围大阵。有情悬崖很快就发现了李长寿，抿起嘴唇，低头落了下来。李长寿刚要开口寒暄，心底忽而泛起了少许波澜，眉头一皱，掐指推算，一缕心神降临在了安水城的海神教大庙主神像上。他立刻就见到一位浑身薄雾的女子，站在灯火通亮、越发富丽堂皇的庙内主殿中，饶有兴致地四处观摩周遭的壁画。这气息，道韵，这位大佬怎么就突然来海神教了？李长寿精神一振，连忙对有情悬崖传声，让他来丹房内稍后，全神应对这位突然驾临的截教高人。今晚这是怎么了？渡仙门内，有毒师妹偷偷摸摸地溜到小琼峰。安水城主庙中，云霄仙子身着流云白裙悄然现身，在空荡荡的大殿中俯首漫步，欣赏着墙上壁画。我李长寿真的这么有魅力？这应该只是巧合。人生4大错觉，我很有魅力，父母肯定隐藏了富豪的身份，在磨砺我的性格，这波稳赚绝对不亏，眼前的这个男人肯定不是纸人。李长寿当然不会自欺欺人了，忽然听海神庙中的云霄仙子柔声道：当真是年纪轻轻吗？似乎还带着几分调侃。李长寿顿时有些头大，料定云霄仙子已经知道了他部分底细。有秦玄雅再有毒，对于李长寿来说也不过是一些深州小交际圈子中的小烦恼，而云霄仙子却是能够随手捏死自己的真大佬，所以李长寿没有犹豫，就决定优先处理海神庙中的麻烦。有秦玄雅刚飞到丹房附近，就听到了李长寿的传声：有秦师妹，你暂时在丹房中待一阵，我突然有些感悟，
先将这些感悟消化掉。言罢，李长寿便躺在丹房门前的摇椅中，闭目凝神，做悟道状，身周飘起了并不怎么玄妙的道韵。有清轩立刻点头答应，安静地落在丹房前，对着李长寿出了一会儿神。随后他拿出自己的蒲团，坐在了帐外，感受着习习夜风，静静等待李长寿修行结束。李长寿留了一份心神盯着有清轩雅，发现他正对月出神，目光之中带着几分恍惚，神情也有些郁闷。稍后跟这位师妹好好谈一谈吧，实在不行我就做一次有清轩雅的指路明灯。随之李长寿启动了海神庙地下的指道人，且通过主神像继续暗中观察云霄仙子的一举一动。不多时，又听云霄仙子柔声道了一句：这些故事倒也十分有趣。李长寿立刻开始分析这一位仙子这句话有几层含义，语气、口吻、语调又表达了哪般意境，蕴含了啥子感情。很快他就得出了结论，云霄仙子似乎心情不错的样子。李长寿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云霄此时所看的壁画并非是海神教信众随意做的，也是出自李长寿的手笔。在海神教发展初期，为了增加海神教信众的凝聚力，以熊寨老村长为首的铁臂跑马神使敛财团伙编造了各种各样漏洞百出的海神小故事，像什么海神的10大不得不说，还有那一夜海神与我同眠，都曾经风靡南赡部洲西南。李长寿全盘接手海神教，整顿海神教内务时，就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布置。